最近疯狂迷恋上一家外卖，可某一天这家店突然暂停营业了，点了别家的外卖被偷了，第二份送过来，我吃第一口就哭了，这也太难吃了。双重打击下，我给老板打电话发疯，老板救救我，我快饿死了，求你给我送份红烧鸡吧。老板沉默了一会，让我等等。1个小时后，一个帅气的小哥哥左手高举吊瓶，右手拿着我心心念念的红烧鸡敲开了我的家门。随随便便发疯竟然也会被人当真，而眼前的人才20几岁的年纪，竟然已经当上了老板。我穿着卡通睡衣开门，他很高，我得很努力抬头才能和他面面相觑。虽然看不清容貌，但我还是忍不住咽了口水。红烧鸡好香。老板看起来病得不轻，戴着口罩，眼睛都咳红了，还坚持给我送饭。他的声音带着一股严重的鼻音，很礼貌地将外卖挂在了门把手上。不好意思，最近2天店里不开业，这是您的外卖，算我请你的吧。本来就是我发疯打扰了人家，听他这么一说，我心里的愧疚更甚了。但这老板竟然还亲自上门，不枉我在他家点了半年的外卖。我拿着2张纸币，硬是塞进他另一只手里，他却开始变得比我还局促，嘴里一直在说不用不用，与我拿着钱来回推脱300个回合。最终他在本山东人超高的话术下，终于如释重负，手里紧紧拽着那2张纸币。你不接下，我这饭都吃不安稳呀。真的吗？那我还是收下了，你别饿着你自己。最后举着他的吊瓶潇洒离开。我在身后看着他脚步轻浮的背影，时不时低头看向自己手中腰上白色的围裙随风飞起。我脑中灵光一闪，人夫感。我将手里的外卖放在桌上，抱着我的数位板开始搬砖，脑海里不断浮现老板挺拔的身姿和与他气质不符的围裙。等我画完，已经是晚上10点了。我伸了个懒腰，刚打开手机就看到一条某团的消息，是几个小时前发来的了。今天状态不好，红烧鸡可能没有之前那么好吃，要是你不满意，我可以订好了再免费给你做一份。我看着这消息若有所思，老板也太客气了点。叮，外卖好了。我吃了一口，依旧美味的让我眯起了眼睛。谢谢啦，老板，今天红烧鸡一如既往的好吃，太感谢你今天来给我送饭了。好吃就好，不过你这么晚才吃饭吗？饭菜口感可能没刚做出来这么好。我发送完消息以后就去洗了澡，出来的时候已经凌晨了。以为老板的病这么重，早就已经睡了，但是没想到他竟然秒回，不会一直在等我的评价吧？那我今日又得敲多几下木鱼，缓解我心中的愧疚。我在窗口中输入，还是好吃的，感谢老板，祝您早日康复。确认了3遍这句话，显得我很有礼貌后，我才选择发送。老板依旧秒回，那你明天还吃吗？我看你经常点我家的，不如我给你做番茄炒鸡蛋吧，那个不辣，你再晚吃都不会刺激胃。在得到我激动的回复以后，老板发了个黄袍骑士表情包，确认过眼神，这老板是真能处。小店暂停营业了3天，老板就给送了3天的饭。其实我也不好意思，想让他做好了我叫跑腿送过来就行，但是他说多运动有助病情恢复，也不知道他生的什么病，但是这么说应该没事吧。这几天我们都是靠某团交流，每天晚上他都会让我对他的厨艺做出点评，说是点评，其实就是给他比大拇哥。然后他会问我第2天想吃什么，说完以后就互道晚安。老板特别喜欢黄袍骑士的表情包，每次我看到他发这样的图，总是会忍不住发笑。我把这段话成了小漫画，在微博当段子发，出乎意料的小火了一把。网友和漫粉在激烈讨论。网友 A， 别说我都有点磕你们了。网友 B， 我也，谁家好人在某团聊天，你俩这么久就没加微信，接下来是不是该星号18禁内容。网友 C， 上啊，大大我们支持你，拿下老板想新东方厨师。想新东方厨师是什么鬼？这些良好发言真是让我脸颊滚烫。我捂着脸扑倒在被子中，脑海里不由自主的就想起了老板的身体，他手臂上肌肉线条这么明显，看起来应该很好摸。12点到了，门铃准时响起，我不通过猫眼就知道门外的一定是老板，他已经好多了，吊瓶都不带了，手里拿的正是番茄炒鸡蛋。自从上次吃过一次以后，我再也忘不掉那滋味，一跃成为他家我唯2喜欢的菜。番茄煮的沙沙的，浸裹着每一块炒鸡蛋，米饭拌上这个简直就是好吃到成仙的程度。我之前看你总是多加一根肉肠，所以这次也给你放了1根，算我请你。老板怎么知道我之前爱点他家的肉肠？难道他翻了以前我的螺旋升天式夸赞？某月评，这家店太会做了，在这个美食荒漠的城市，竟然有如此吊炸天手艺的厨师，没被人发现简直是泯灭人性。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更羞耻的我也写过。上个月夸张评，这要是我有个这么会做饭的男朋友，也不至于点外卖。算了，8块腹肌上的厅堂下的厨房，身高188，厨艺顶老妈的好男人在哪里找？我还是吃我的外卖去了。想到了某时某刻某顿饭的评论，我没忍住将自己口中的咖啡都笑喷了，正好一滴不落地浪费在老板衬衫上。难过的是那件衬衫还是白色的，但是褐色的咖啡液正好铺在他的腹肌上，倒是便宜我了，1、2、3块，整整8块。老板好像从我直白的眼神中看出了一丝猫腻，我轻咳了2声。人家生着病还给我送外卖是好心，我还这样肖想，人家岂不是恩将仇报？意识到错误后，我连忙道歉，但是他这狼狈的模样，犹豫再三后开口：老板，要不然你进我家换件衣服吧。我翻箱倒柜找到了之前给老爸多买的一件衣服递给他，这是我爸的没穿过的衣服，我洗好了给你送过去，可以吗？我站得离老板远远的，小心翼翼地观察他有没有生气。谁知老板只是好脾气地点了点头，转身到卫生间换衣服去了。1分钟后，老板出来了，因为换衣服，他将口罩摘了。好帅，惊为天人的脸，比我漫画的男二还帅，就是除了有点像高中班主任的那个来报仇的儿子。
天天追着我推流程背化学方程式。不过那个黑蛋不知道被班主任安排到哪了，怎么可能是眼前这个白皮帅哥？我已经扭过头了，但是眼睛却还紧紧锁定他。眼睛好看就算了，脸也好看。我爸这老头衫松松垮垮，真是便宜我了，肌肉形状可真好看啊！从侧面看能看见里面的腹肌，再往下，今晚的男二什么有了？老板伸出手机，加个微信吧，我到时候直接来取就好了。最近几天我要出差，就不能来给你送餐了，不过店面已经恢复经营了。我强压嘴角，拿出手机扫了二维码，添加好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赵一谦，我叫曾一山，我们还挺有缘分哎。赵一谦只是看着我低头笑笑，仿佛他早就知道。也是，毕竟我点外卖用的是自己的大名。我低头笑了笑，却无意看见他手腕上套着的皮筋，还是粉红果的。我抬起头又看了他一眼，果然好男人都是不流通的。那这几天的外卖算什么？算我馋。赵一谦果真接下来的这几天都没有来送餐，某团上的店面也重新营业了。送餐的都是黄袍骑士，虽然都没有赵一谦亲手做的好吃。我画画的时候总是想到他，笔下的男二也带了几分他的模样，这才意识到我真是饿了，馋男人了。我想赵一谦店里生意这么好，应该不会看我的少女漫画吧。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我添加了一点点他的要素在漫画里。出乎意料，最新一话男二的出场果然受到读者的喜爱，大家还让我给男二多加戏。我咬着奶茶，喜滋滋地看着手机。阳台上挂着的白衬衫已经洗干净了，但是微信静悄悄的，像死了一样安静。自从他不来送饭，我找不到新的话题和他开展，反而是最近2天漫画画多了，一闭上眼就是他穿上老头衫的模样。我在微信上给他发消息，决定亲自将他的衣服送到店里去。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不得穿好看点。我难得穿了一件碎花裙子，化了闺蜜教我的妆，顶着大太阳出了门。但出门去个超市都得导航，短短2公里的路程，我花了2个小时。早知道就打车了。已到达目的地，结束导航。眼前的办公楼很高，还开在繁华的街道。我陷入沉思，一个外卖店子这么高大上。我自从成为画手社畜，已经3年没踏入这么高档的场所了。忐忑不安地走了进去，一个穿着正式的礼仪小姐面带微笑上前。小姐你好。我尴尬但标准微笑。你好。礼仪小姐兴奋地介绍大厦里正在举办的活动。小姐是来参加试吃的吗？我们今天推出了好多的新口味，还有不少新菜，来试试。我原本想拒绝，但是一阵香味窜进我的鼻子里，拒绝的话到了嘴边就变成了好的谢谢。这里正在举行免费试吃活动，人来人往的。我立刻无所顾忌，拿着小碟子，用公筷每道菜都加进来，每个口味都尝了一遍。吃饱喝足后才发现原来自己忘了正事，而我抬起头正要找装衣服的袋子，发现它的主人正提着它看着我。赵一谦。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感觉他在笑我，很浅，但是我就是觉得他在笑。我不会没擦嘴吧？赶紧用纸巾抹了一下，干净的。我刚打算走过去，刚刚的那个礼仪小姐喊了他一声赵总。赵总。我刚起来的屁股一下子淡了回去。何德何能，赵总亲自给我送外卖呀？在我神游的时候，赵一谦已经朝我走了过来。今天的新品怎么样？我点头。很好吃。衣服已经洗好了？我点头。是的，你要不看一下？不用了，你这次专门来送衣服，我也没什么感谢的，请你吃顿饭。我照样点头，然后才反应过来自己答应了他一起吃饭，这不合适吧？我余光看见他手腕上那个粉红果，一身西装佩戴粉红果，真爱呀。他的余光看见我萌萌的模样，忍不住抿嘴。你帮我洗衣服，感谢你是应该的。我嘴角抽了一下，那不应该感谢我家洗衣机吗？赵一谦把用餐的地方定在了一个高档的餐厅，餐厅里传来高级的钢琴声，我听得有点困，半眯着眼睛，我们俩都没有说话，直到服务员把菜端上来，我这才被菜的香味吸引。赵一谦点的都合我胃口，一不小心就吃多了。奇怪，明明刚刚才吃了好多的，怎么还能吃得下？我闷头吃饭，赵一谦倒是没怎么吃，全程看着我。我一抬头，他就低头，整得我心里挺纳闷。一个有妇之夫，这是干嘛？我已经在脑海里勾勒好了一个海王如何在有女朋友的情况下还到处拈花惹草的场景。不允许。我刚想说，但是又怕是误会，最终纠结地想到一个办法。那个，你的发圈有链接吗？我也买一个。我微笑地看着他，心里已经准备好他要是个渣男就立马喷的脏话。赵一谦没想到我会问这个，抬起手腕露出了发圈的全貌，是一个窄护腕，只不过下面缀了一个看起来已经褪色的球。因为近视，我把它看成了粉红果发圈。我扶额抿唇，早知道出门戴隐形了。这个护腕吗？你喜欢的话，我送你一套。赵一谦眼神一如既往的纯净，我将自己的脏话咽进肚子里，只想尽快结束这个话题。谢谢你呀。刚刚那个姐姐叫你赵总，你应该很忙吧？请我吃饭会不会耽搁你的时间？赵一谦一下挺直了腰板，好像老是问话一样。新品推出季是挺忙的，但是过2天就不忙了，和你吃饭也不耽搁时间。我点点头。哦。然后沉默。送我到我家楼下，持续沉默。我指了指楼上。我上去了，谢谢你今天请我吃饭。赵一谦手插进了裤兜，礼貌疏远的模样。不客气。在我刚踩上第1阶的时候，他突然叫住了我。那个，你多注意休息，手腕疼就歇一下，护腕我尽快给你送来行吗？他还记着这件事呢。我嘴角抑制不住的上扬，淡定地点点头。这人还挺好。10点，我已经维持思考的动作2个小时了。这人有点意思，但是对我有没有意思？有意思吧？吃饭1个小时聊天不超过10句。没意思吧？又要送我护腕。原来被钓成翘嘴是这意思。泡芙跳上来想让我陪他玩，一直在喵喵叫。
这小家伙前2天在我妈家玩嗨了，根本不着家，一回来就让我陪他玩。我伸手抱起他胖嘟嘟的身子，掂量了一下，好重，我妈真是把他当猪养。我捧起泡芙的胖脸问，他是不是在欲擒故纵？都是成年人了，没话题不会找话题吗？为什么每次都是我说话？他是不是对我没意思？泡芙，喵，怎么偏偏最后一句话硬了？我将泡芙放下，不理会他叼着逗猫棒摇尾求欢的模样。笨泡芙，一点都不会帮妈妈分忧，难道你不想要一个会做饭的爸爸吗？泡芙小小的猫头大大的疑惑。喵，我莫名起了火气，起身进了浴室，自个反省一下，朕要沐浴了。泡芙挠着厕所的门。喵。第2天一早，我打算重振旗鼓，但是却被一个电话拉回了现实。电话里的声音像是要冲破我的耳膜。珊瑚，昨天没有更新，也没有请假，你想上天啊？珊瑚是我的笔名，而电话里施展狂暴技能的是我的编辑。我昨天光顾着郁闷了，把更新这件事给忘了，眼看着编辑就要变成霸王龙，我急忙道歉。我的编真是对不住啊，昨天给忙忘了，我今天补上，一定补上。在我的再三保证下，编辑总算是放过我。我拿起数位板又开始搬砖，就算是泡芙也不能让我分心。而到了饭点，我习惯性地点了个外卖。半个小时后，我打开门却发现来的人是赵一谦。赵总，您不忙了？听到这个称呼，赵一谦的眉头抬了一下，但还是很礼貌地向我说明实情。店里的番茄今天用完了，打你电话没接，所以我换了红烧鸡，亲自上门问一下你。还有护腕，你要不要试试？我这才注意到，因为忙着话开了勿扰，一个电话都没接到。赵一谦是又打电话又发消息，还挺负责的。我有点尴尬，刚刚还拿着赵总调侃人家呢。刚想把人请进来，泡芙闻到了香味，一跃跳上了赵一谦的身上。好巧不巧，把饭打翻了，而且还抓伤了赵一谦。好一个泡芙，我饿着你了。我急忙抓过赵一谦的手查看伤势，而泡芙好像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一句喵喵都不敢叫。真是对不起，泡芙比较调皮，但是他已经打过疫苗了，手疼不疼啊？我跑到客厅的柜子下找到了医药箱，而赵一谦像个小学生一样乖乖坐在沙发上等我。泡芙小心翼翼地接近他，乖巧的模样和刚刚判若两猫。赵一谦也是心大的主，竟然还伸手给他撸毛。我将泡芙挤开，用生理盐水给他清洗伤口。痛吗？真是不好意思，等会我送你再去医院检查一下吧。这么好看的手可别留了疤。我和赵一谦刚到医院就遇见了熟人，我的高中同学安化，但他却和赵一谦打了招呼。哟，你这是终于抱得美人归了。我愣了2秒才反应过来这句话的意思，转头看向赵一谦，他耳朵红了，而我也终于反应过来，脸上开始发热。赵一谦的眼睛一直在眨，而安化却像是没看到。当年我还以为你要放弃了呢，没想到还是被你追上了。咱们的曾学伟看上了你哪点？我快速捕捉到，当年我看着赵一谦，难不成我以前和他还认识？就在安化还要透露出更多的消息时，赵一谦直接上手捂住了他的嘴。两人在一旁说悄悄话，赵一谦时不时还回头看我，可我怎么不记得有赵一谦这一号人？而安化的话里透露着我们很熟的意思。两人说完悄悄话回来和我说了句抱歉，但是我根本没放心上，全神贯注地看着赵一谦。他2只手交叉低着头，避开了我的视线，可是耳朵还是红着的。安化先给赵一谦检查了伤势，他2根手指捻起他被抓伤的小伤口，鄙夷道：就这，你怎么变得这么娘们了？不会是想我了，用这种借口来医院看我？赵一谦头上的青筋明显了很多，反手就给他一巴掌。不会说话可以把嘴巴捐掉。安化捂着手直吸气，给赵一谦上了药酒，将他打发出去了，然后对着我说：不好意思啊，曾学伟，刚刚误会你们了。高中3年流水的班长，铁打的学伟，说的就是我。我用手指了指自己，我和赵一谦以前认识。安化瞪大了眼睛，你真不记得了？我点点头。安化欲言又止地看了眼赵一谦，他的眼眸低垂，倒是看着有些无辜，像是在卖惨，但是破绽百出。安化没忍住笑出了声，那还是让赵哥和你说吧，我怕他下一秒得哭出来。我不经意扫了一眼赵一谦，走了一段路，赵一谦这才开口：你还记得高3第一次公开课吗？时间有点久远，我没有一点印象。那个黑皮的体育生就是我。我看着他，黑皮体育生赵思亮，我原来的名字就叫赵思亮，后来才改成赵一谦。赵一谦舔着脸解释，我怎么记得他当时老黑了，黑的五官都差点看不清楚。再看看他现在冷白皮的样子，震惊，非洲同学爆改冷白皮小哥。我记起来了，你就是那个高2转来却高2一整年都不在班里的体育生。赵一谦点头，他高3的时候才刚刚来上课，但是却忘记了班级怎么走，还是我告诉他的。当时我们还是同桌呢。这话又唤醒了我那不堪回首的化学成绩。当年不知学霸在人间，不知好歹的出言不逊让他交作业，可我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化学全对，而我拿着我23分的化学试卷再次光顾班主任的办公室。我这人就是其他科目都挺好的，就是这化学狗看了都摇头。回去的时候我整个人死气沉沉的，而赵思亮看着我被班主任谈话回来后，愣是大气都不敢出。我妈是不是骂你了？一想到他竟然是个学霸，而我身为学伟，化学23。正当我想挽回一下青春期的面子时，他突然来一句：我妈让我带带你的化学，你觉得我可以吗？这话说的，我当时就两眼放光。班主任打一巴掌给一颗甜枣，在我身上真是屡试不爽。从那天起，赵思亮就担任起了我的化学小老师。他一个1米8的黑皮大块头，讲起题来竟然这么温柔，就是也挺催眠的。每次他都得将我摇醒。曾同学，你流口水了。我整个高3都靠着赵思亮的补习才能将化学这一门分数提上来。小赵老师还真是有2把刷子。
原本我还觉得他是报仇的，但是现在我不觉得了。只不过我记得毕业的时候他填志愿去了南方，从黑皮到白皮，难道只需要去川市念书？我看了一眼眼前的赵一谦，真诚地发问：你用的什么美白精华啊？原本还在故人重逢的感性世界里沉浸，我这一句话直接拉回现实，意识到不对，赶紧又扯了一句：当年那块巧克力我还没谢谢你呢。而赵一谦听后的表情像是碎掉了，感谢没了。我眼球咕噜一转，还能有什么？当年高考考完最后一门科目，我饿得头昏，还是赵思亮跑来给我送了一盒巧克力，托他的福，我没有成为笑话。只不过第二天赵思亮约我出去，而我因为染上流感拒绝了。那时候我每天头重脚轻地躺在床上，像是一条只知道进食的蛆。QQ 的提示音叮咚叮咚响个不停，将我从睡梦中吵醒。眼前的重影让我只看到赵思亮。有机会吗？有机？什么有机？高考一结束我就将知识还给他了，更何况都高考结束了，怎么还管我？我闭着眼直接回了一句有机不会，然后手机彻底安静。这件事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主要是因为当时我睡得很香，是被苹果手机炸醒的。它的充电器爆了，还差点引起火灾，好在我爸妈都在家及时处理了。好消息，换了新手机。坏消息，炸到哪不好，炸到屁股了。我整整1个月没好意思出门，只活跃在网上。听同学们说赵思亮去了南方，而我的志愿在北方。我想和他寒暄一下，却发现他注销了账号。听班长说他受了情伤，当时我很识趣的没再打扰，和家人一起旅行了2个月。后来上了大学，在工作，早就将他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不会还在怪我没有和他一起出去吧？我张着嘴，但是实在不好意思将自己被炸到屁股的事情说出来，最后说了一句：我当时流感，真的不能赴约。赵一谦脸色已经恢复如初了，语气淡淡的：我知道了，你不怪我没坦白身份吗？我愣了一下，深呼吸感受了会，心脏功能过于强大，一点没有闷闷的感觉，反而还有点小雀跃，是怎么回事？怎么会呢？你认出了我，而我却没有认出你，不应该是你怪我吗？虽然没有学生被老师支配的后怕，但还是有点不自在。我第一次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认出我了？我问的直白，被问的人却有些不自然。赵一谦点点头，我看着他温瞎似的脸发笑。小赵老师不黑了以后都能看出来脸红了，我怎么可能不调笑一下他？谁给你打电话你都送吗？原来日理万机的赵总这么关心每一位顾客呀。或许是我说的太真诚了，赵一谦反而当真了，连连摆手。没有，我是因为听到你的声音很熟悉我才去的。得到满意的答案，我嘴角上扬。原来是因为是我才会对我这样好，会在深夜等我的消息回复，拖着病体为我送饭。我没有唐突你的意思，只是一个声音像你的人，我很难不联想到你。而且你哭得这么伤心，我怕你饿坏了。我赶紧打住他喋喋不休的嘴，哭了这件事无需再提了吧。但茫茫人海打个电话都能遇见，这概率太小了。他会不会每个像我的人都对他这般好？那万一你去了发现那人不是我，你还会和他走近吗？赵一谦神色变得严肃，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回答：不会。如果那个人不是你的话，那应该没有第2次送餐了。这样认真的眼睛倒是将我的心提起了，感觉有什么要蹦出来了一样。好的，那没事了。原本他受了伤，应该我送他回家的，但是赵一谦非说自己没事，还说如果我因为这点小事将他送回去了，是会被笑话的。我乐了，但想到一开始我拨打的那个电话，还有刚刚在医院安话说的事情，这家伙当年受的情伤是因为我，虽然我很自恋，但是秉持严谨的原则，我还是要套一下话。你当年的 QQ 为什么注销了呀？我当时收到录取通知书，还想和你报喜呢。我紧张了一下子，但是赵一谦明显更加紧张，半天都没说话。我又开始后悔了，万一不是我，脚趾得扣出多大的房子？当时和你表白被拒绝了，少年心性不稳定就注销了，还赌气去了南方上大学。赵一谦不敢看我，我听完瞪大了眼睛，他什么时候和我表白了？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看懂我表情的赵一谦反而一脸呆滞，说话都结巴了。你当时还收了我的巧克力，但是我走得太急，忘了表白了，后面约不出来你，就在 QQ 给你发了消息。你当时不是在问我高考的有机会不会吗？我当时稍迷糊了，哪还记得高考？我问的是我喜欢你，有机会吗？所以刚才他的表情才这么不自然，还很期待我的反应。这下玩笑大发了，我蹦出一句：那你后来就放弃了？我还给你发了其他的信息，你没回。那时候手机炸了，没空买新的。不得已之下，我还是将炸屁股那件事给说了，因为害怕被嘲笑，一直没抬得起头。赵一谦听完竟然没笑话我，反而舒了一口气：你不回，我以为你连朋友都不想和我做了。随即他又极为认真，好像知道当年的事情是个乌龙，想极力为自己寻找一个答案。所以当时你到底有什么想法？我很老实，当时我没想法。赵一谦眼中的光淡了，甚至眼眶开始泛起了泪光。我连忙喘上一口气，为自己找补，但是不代表现在没想法。几乎是和我话音落下的同一秒，他也开口：那我也不会放弃的。说完我俩都愣住了，随即又开始憋不住笑。赵一谦眼眶里的泪没兜住，掉了2颗。回家以后，泡芙乖巧地蹲在门前，看见赵一谦送我回来，还叫唤了2声。关上门，我立刻将泡芙捞起来，狠狠吸了一口泡芙。你可能要有爸爸了，还是个新东方厨师啊？不对，他不是新东方的，是我心动的泡芙歪头鲨。喵，和赵一谦说开了，我才知道，当时我的电话打错了，没打到外卖店里，反而是打给了他。谁能想到2个电话竟然只差了1个数字，而且从那个电话开始，赵一谦精确地找到了我经常点的那家外卖店。为了不让自己露馅，专门给我开了个小窗聊天。我本来还在纳闷，怎么外卖店恢复营业后的聊天框还变了。泡芙看我心情好，开始趴在我怀里撒娇。我挠了挠他的肚皮，
心疼你2秒钟，毕竟被嘎蛋的你是体会不到这种情绪的。没有什么是比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并且喜欢了好多年更值得高兴了。当晚在我兴奋大脑的高能运作下，我画画的速度比以前快了3倍不止。只不过在我画完打开手机时，全是赵一千发的消息，有他吃的宵夜，还有夜跑，甚至将他买的水什么牌子都和我说了，甚至大半夜发了一条朋友圈，有机会吗？安化评论，老孔雀第一次开屏，牡丹了20多年的我，第一次尝到爱情的甜蜜。3天后，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赵一千正式给我表了个白。正式到什么程度？他在他好几个员工在场的餐厅西装革履，精心挑选了礼物，并且雇了好几个群众演员。先是来了一出别人情侣表白的戏码，然后画风突转，将玫瑰用舞蹈的方式递给了我。最后赵一千华丽登场，我喜欢你，有机会吗？本山东人再次败北，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籍贯，磕磕巴巴说了一句在一起后，赵一千才知道我每天画的是什么，也知道了他是我男二原型。他有小小的不满，为什么我是男二？不应该是男主吗？我画的男二上位。他不懂男二上位，我花了半个小时解释了一下。赵皱眉，超认真。1000，我才是最后和女主在一起的，不应该是男主吗？我深呼一口气，将他踢出了画室。赵一千也不恼，乐颠乐颠的进了厨房，为我准备夏日小甜品。他爱屋及乌到就连泡芙都有份。乖泡芙，多亏你挠爸爸那一爪子，才能让你妈妈知道我的心意。因为我之前饮食不规律在先，为了杜绝这种现象，现在他已经完全掌控了厨房，努力让我不落下任何一餐，导致我体重快速增加。我爸妈上门看见我都惊了。我们还以为你又要把自己养死了来支援你呢。我爸看着我脸色红润的模样，也是一脸不可置信。他们俩来的突然，我甚至没时间通知在厨房忙活的赵一千。他端着最后一道菜上了桌，语气里充满了欢喜。珊珊，吃饭啦！我爸妈对视一眼，将拦在他们面前的我一把推开。一个戴着围裙高大的男人在喜滋滋的摆饭。当然，在看到他们的那一瞬间，赵一千不惜息了。我轻咳2声，故作镇定的介绍：“这是我男朋友赵一千，这是我爸妈，加2副碗筷吧。”赵一千立马站直：“叔叔阿姨好。”我妈眼前一亮，我爸眯起了眼睛。饭桌上，我妈一直在问东问西，而我爸吃了饭以后，将话都噎在喉咙里。一千原来是干餐饮的呀，难怪做饭这么好吃。赵一千桌子下的手一直在扯我的衣袖，但是表面上却云淡风轻的应对。我觉得好笑，就没有开口帮他。我妈愣是拉着他将他幼儿园的事情都打听了。哦哟，还是高中同学，你俩真是有缘分。我妈一脸八卦的看着我，我真受不了了，眼神示意我爸。我爸闷头吃饭，我妈吃瓜吃饭撑到不行，临走前乐呵呵的看着赵一千：“你续呀，珊珊之前老爱点外卖，你可得帮我好好盯着呀。”赵一千汗流浃背，因为我之前点的外卖都是他做的。我爸妈走后，我怕他被吓到，想解释一下，谁知这家伙眼神亮晶晶的。你爸妈认可我了，你什么时候去见见我爸妈？他妈妈高中班主任，那我还是挺畏惧的。你吓到我了，我浑身上下都抗拒，毕竟当初进出办公室次数最多的就是我，但也禁不住赵一千的软磨硬泡。看了好几天的黄道吉日，我站在他家门口，打气了15分钟才敢敲门。是他妈妈开的门，珊珊来了，快进快进。班主任突然变得温柔，好不适应。赵爸倒是和赵一千一样，有些木讷。赵一千和他爸进了厨房，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班主任了。我紧张地喝了3杯水。倒是班主任很是慈爱，拿着赵一千的相册和我聊他小时候。1009岁还是个干巴小孩，后来去学了体育，身体才渐渐强壮。我看着他瘦瘦巴巴的模样，笑出了声，渐渐缓和了身体的紧绷感。当年这小子说要给你补课，我还挺欣慰呢。要是知道他打了这心思，我打断他狗腿。私底下的班主任还挺可爱。我也将当时赵一千给我表白的乌龙同他说了，他笑得更大声了。别人我不了解，但你是真不会呀，我哭笑不得。这刀子太戳人心了，现在我也不会有机啊。这时赵一千从我身后揽住我，控诉的语气来了一句：“您可别吓跑妮儿媳了，不然我再会都没用。”班主任瞪了他一眼，像是在说没出息。而他爸爸从厨房端出最后一道菜，吃饭了。吃完饭，赵一千带我在小区里散步，前面走着的是他爸妈。赵一千，你爸妈感情真好。班主任在赵爸爸面前好像小鸟找到了窝，两人粘在一起分都分不开。赵一千听完这句话，低下头轻轻啄了一下我的唇，别羡慕，我们也很幸福。我点点头，和他十指相扣往前走。番外，赵一千，热，好热。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桌子上的手机仍在响铃。喂，老板，救救我，我快饿死了，求你给我送份红烧鸡吧。电话里传来一个常常出现在我梦里的声音。不会在做梦吧？但是另外一边的女孩实在是太聒噪，吵得我心都乱了。我清清嗓子说，你等我一会。然后我就拖着沉重的身体起来，为一个陌生人做了饭。等我想到万一不是他，那我不就白做了这种可能性时，我已经敲了门。一个女孩穿着可爱的睡衣出现在我面前，而且她的脸上非常震惊，但明显她已经不记得我了。我有点难过，毕竟当年我可整整给了补习了1年的化学，就这样将我忘了。女人果然都是翻脸不认人的生物。我已经快10年没见她了，忍不住在某团上给她发消息，等到半夜才得到回复，我松了一口气。安化教我，女孩子得慢慢追，所以我先加了她的微信，虽然方法有点可耻，而且她好像只喜欢我的皮相，但是我每次点开她聊天框的时候，又在庆幸，还好我还有皮相。后来我看了她在微博上发的小动漫，原来我是她的 crush， 所以我鼓起勇气邀请她和我一起吃饭。她喜欢我的护腕，那我就送她一套。网友说这叫投其所好，可我万万没想到，原来当年的事情是一个乌龙。
好在10年前没走进他心里的我，现在做到了。后来我们结婚很久以后，女儿一句有机不会，我重操旧业，拿起书本开始表演，只不过每次女儿都困得不行，我像当初叫醒她一样敲敲桌子。赵依依，你又流口水了。而某个在看电视的人，就像是自己被说了一样，回头看了一眼我们。就在这个平淡的日子里，我也感觉很幸福。全文完。